我们应该害怕人工智能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开场白，但它确实是许多现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这个问题不仅让人思绪万千，有时候甚至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来覆去，担心未来某天机器会不会真的取代人类，甚至对我们构成威胁。很多人第一次接触人工智能这个词，都是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那些热门电影，比如《终结者》或《黑客帝国》。在这些影片中，人工智能被塑造成拥有强大计算能力、冷酷无情，甚至试图毁灭人类的终极反派。而这种负面的形象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的银幕上，像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还有马斯克这样的科技领军人物，也都在多个场合公开表达过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担忧，认为它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级别的挑战。所以说，那时候我们一听到人工智能这4个字，心里就不由自主的紧张，甚至带着点恐惧感。这种反应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不过说实话，在那些电影上映后的20年里，现实生活中的人工智能发展其实远没有那么惊人，甚至可以说相当缓慢，没出现什么足以引起全球警觉的突破。那段时间，科技界的发展就像一池静水，人工智能领域没有太多引人瞩目的动静，一切看起来似乎还很遥远，很安全。可现在进入2020年代，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一切都变了。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实实在在地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小区楼下的智能摄像头，还是你用来查天气的 Alexa 或 Siri， 甚至是最近爆红的 ChatGPT 和 Google Gemini， 各种人工智能工具正以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悄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细节中。事实上，连您现在正在看的这个视频，很有可能也是 YouTube 的智能推荐系统通过分析您的兴趣、浏览记录，用人工智能算法精准推送给您的。而这种算法推荐的应用范围远远不止于 YouTube 这么一个平台，在 Facebook、Instagram 甚至 TikTok 上，人工智能每天都在默默分析您的行为模式，决定您下一秒会看到谁的动态、哪个短视频，甚至是哪个广告最有可能引起您的兴趣。更令人担忧的是，人工智能还被用来制作所谓的深度伪造视频，也就是 Deepfake。 有些视频看上去就像名人在说话，但其实完全是由 AI 合成的，真假难辨。也许你已经在社交媒体上碰到过这种内容了。更进一步，在一些国家，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金融体系的核心运作中，比如银行用它来快速审批贷款、评估客户风险，保险公司用它来计算保费，连股市上高频交易的背后也少不了 AI 的身影。它能在几毫秒内完成一次买卖决策，远远超越人类的速度。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也不再只是辅助工具，它如今已经能够协助医生分析 X 光片，识别肿瘤，甚至预测某些疾病的发生概率，准确率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人类专家。简单来说，人工智能如今已经参与到许多关键决策场景之中，从金融到医疗，从交通管理到国家安全， AI 不再是边角料，而是真正地站在了决策链的中心位置。不过话说回来，尽管人工智能已经如此深入地介入我们的生活，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像电影里那样突然觉醒变成反派，也没有开始控制人类或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就引出了一个我们迫切需要搞清楚的问题：现实中的人工智能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超级 AI 到底有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现实中的 AI 永远不会变成像《终结者》中的天网那样的存在？它们之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这种差距是技术上的还是理念上的？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它只是个聪明点的软件，还是某种具备意识的存在？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是靠规则编程，还是靠模仿人类学习？我们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人工智能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等级？比如有的只会做一件事，有的却能处理复杂任务，这背后是不是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和阶段？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会不会真的有一天像电影里那样变成对抗人类的终极反派？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会一一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别担心，不用任何技术背景，我们会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带您一步步揭开人工智能的面纱。现在很多人对人工智能最直观的认识来自我们每天用的那些语音助手，比如 Amazon 的 Alexa、 苹果的 Siri， 还有 Google Assistant。 它们可以帮我们设闹钟、查天气、放音乐，甚至开关家里的灯。说起来就像有个贴身小秘书，只是这个秘书不会睡觉，也不会请假。不过真正让大家哇一声惊呼的是 ChatGPT 和 Google Gemini 的横空出世。它们不再只是听话的工具，而是开始像个会思考的人一样和我们对话。这时候很多人才猛然意识到，原来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写文章、答疑解惑，甚至聊人生的地步了。ChatGPT 看起来就像一个特别聪明的朋友，不管你用多么口语化的方式提问，它总能抓住你的意思，然后用一种亲切、通顺，甚至带点幽默的方式给出回答。这种理解力让很多人开始怀疑，它是不是已经有了意识？也正因为这种流畅自然的交流方式，很多人开始情不自禁地把 ChatGPT 当成一个真正有思想、有性格的存在，仿佛它不只是程序，而是某种具备意识的电子大脑。但我们得始终记住这一点， ChatGPT 本质上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它的聪明是来自对大量文本数据的学习和模仿。它并不真正理解我们说的话，它只是在预测什么样的回答最像人类。它不会像人类一样有情感、有主观判断，也不会真的明白你在说什么。它只是根据数学概率选出最合理的回应。所以说，它更像是一面特别高级的镜子，反射出人类语言的样子，而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心灵。要真正理解为什么 ChatGPT 并不理解我们，还需要回到人工智能的本质。我们需要从最基础的概念入手，搞清楚人工智能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的智慧是如何诞生的。本视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不会用那些复杂的术语，也不需要你有编程或数学背景，我们会用日常语言一步步带你搞懂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让你听得懂、记得住、讲得出。当然了，如果你本身已经对 AI 有所研究，对基本原理耳熟能详，那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显得有些基础，你完全可以跳过这部分，直接进入更深入的讨论。我们就从智能这个词本身讲起。所谓智能，就是一个系统，能不能学习新知识，能不能做出有逻辑的判断，能不能解决问题。简单说，它能不能自己想办法，而不是光听指令行事。这种能力就是人类智慧的核心。我们从小到大不断学习，遇事思考，遇难题就找方法，这正是人类和其他动物乃至机器之间最关键的区别之一。而当一台机器，比如电脑，
也能具备这类能力，能学习，能判断，能做选择。那我们就说它拥有了人工智能，也就是由人类赋予机器的智能。这就是人工智能最核心、最简单的定义。当机器不只是执行命令，而是能模仿人类进行智能行为时，我们就称它为 AI。 不过光有这个定义还远远不够，因为这只是一个概念的起点，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人工智能到底怎么运作，它有哪些种类，又有什么限制。其实早在人工智能诞生之前，我们就知道计算机在运算速度上早已超过人类，无论是做加减乘除，还是处理庞大的数据量，计算机总是快得惊人，准确率也极高。比如说，让你拿出计算器算一下1230乘以2480，可能还要看几秒屏幕，但电脑根本不需要思考，不到1秒，它就把答案抛给你了，毫无悬念。事实上，一台普通电脑每秒钟就能完成上百万次这样的乘法运算，这种纯粹的计算能力远远甩开了任何一个数学天才。所以从计算层面看，电脑在这方面早就是超级选手了，人类根本不是对手，他们天生就是干这种事的。但这还不算真正的智能，因为所有这些运算其实都是人类提前告诉他该怎么做，你输入指令，他按部就班照做，他只是个执行者。我们写好一系列规则和步骤，也就是所谓的程序，然后电脑严格按照这个剧本来表演。一旦离开了这个剧本，它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普通电脑没有灵活变通的能力，它不像人类可以随机应变，它只能遵循设定好的路径。一旦出现它没见过的情况，它就卡壳了。只要遇到和程序中预设不一样的情况，它就会出错、报错，甚至彻底宕机，因为它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例外。而人工智能最关键的突破，就是让计算机不再只是执行命令，而是学会了举一反三。我们没有教它所有的可能性，但它能从大量数据中自己发现规律、识别模式、推理判断，这才是真正的智能。为了让这个概念更直观，我们来举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假设你想教电脑识别鸟类，你写了一个程序，上传到电脑中，让它识别图片上的鸟是不是鸟。接着，我们把10种不同种类的鸟类图片输入给它，比如乌鸦那种黑乎乎的，鹰那种气势汹汹的，麻雀那种小巧玲珑的，还有色彩斑斓的鹦鹉。每一张图我们都告诉它，看，这是一只鸟。我们在输入的同时还明确地标注，这些虽然形状、颜色、大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属于鸟类。就像在教一个小孩认识动物这门课，告诉他们这些不一样的图统统归为同一类。然后我们拿出一张全新的鸟类图片，这张图之前电脑从来没见过，比如一只带着长长尾巴的翠鸟，或者一只体型特别的信天翁，完全没在它的训练数据里。如果电脑在没见过这种鸟的情况下，依然能准确判断出，这也是只鸟，那就说明它不仅仅是在记图，而是在理解什么是鸟。这正是人工智能的雏形，通过学习数据来识别新情况。它不是死记硬背，而是从前面那些不同鸟类的共同特征中总结出鸟的基本概念，比如有羽毛、有喙、会飞、身体结构等等，然后将这些知识迁移到新图片的判断上。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正是人工智能最核心的特征之一。它说明这台机器已经从数据中提炼出了某种规律，而不只是简单执行命令。当然啦，如今的人工智能已经远远超越了，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识别鸟类的简单例子，那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处理各种层次更高、复杂的多的任务。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识别人脸、翻译语言、生成图像，甚至撰写新闻报道。它已经不是一个只会看图识物的小学生，而是在多个领域扮演高年级生的角色，干起活来不仅快，而且越来越像人。不过我们在这里举鸟类识别的例子，是为了让您更容易理解人工智能学习的基本原理。就像教一个新概念，总得从简单的大家都熟悉的例子说起，才能慢慢搞懂背后的机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深入一点，用这只虚拟小鸟为例，带您一步步看看背后这个人工智能程序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是如何思考、如何判断的。首先，我们需要告诉程序，也就是这台电脑，一只鸟和其他动物，甚至跟路边的石头、电线杆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先得列出鸟类的独门特征。比如说，大多数鸟有2条腿、1对翅膀，覆盖全身的羽毛，还有一个尖尖的喙。这些外形特征就是我们区分鸟与其他动物的基础，好比一个身份证的关键字段。这些特征会被我们作为标准写进程序里。对人工智能来说，这就像是它的第一本图鉴或判断规则，使它理解什么是鸟的起点。然后我们要给这些特征分配权重，也就是它们在识别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不是所有特征都一样重要，有的特征可能决定性更强。通俗点讲，就像做菜时，有的调料是1点就够，有的却必须是主料。识别鸟类也是一样，某些特征是主力，有些是辅助，我们得把这些比重安排清楚。比如我们这样分配：2条腿占比 20%， 翅膀 30%， 羽毛 30%， 喙 20%， 这加起来刚好 100%， 程序就会按照这个比例来综合判断一张图是不是鸟，全部权重合起来是 100%， 这就像打分表，每项都有权重，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判断依据。现在我们给计算机看一张乌鸦的照片，它具备了我们定义的全部特征，2条腿、翅膀、羽毛、喙，一个都不少。这时候它的得分就是满分 100%， 程序就能很有把握地告诉你，这是鸟，毫无疑问。可现在我们换一张图，放上的是一只企鹅，这时候情况就有点复杂了。因为企鹅虽然是鸟，但看起来跟我们定义的鸟长得不太一样。它的翅膀退化成了像是小短手的东西，羽毛也变得贴身紧密，不像普通鸟那样蓬松。从图片上看，它的翅膀像是2个小胳膊，更像潜水桨，跟我们印象中的鸟翅膀差距挺大。所以程序一看，咦，缺了2项关键特征，它可能只识别出了和2条腿这2个点，得分只有 40%。 于是程序很可能会下个错误的结论，这大概不是鸟吧？因为按照他之前学到的标准，这个分数太低了。可我们人类知道，企鹅当然是鸟，虽然它不会飞，但它属于鸟类家族，这是小学自然课就教过的。所以我们要纠正它，告诉程序，你这次判断错了，这张图里虽然没有翅膀和羽毛，但它依然是一只鸟，你要学会灵活点。一旦程序接收到这个反馈，它就会开始反思自己，重新评估之前那些特征到底该占多少分量，然后调整权重的分配方式。比如它会把翅膀和羽毛的权重调低一点，毕竟不是每只鸟都长翅膀那样明显，同时把喙和2条腿的权重拉高一些，
因为这些特征似乎在所有鸟身上更普遍，他也慢慢明白一个道理：判断一只鸟并不一定非要100%符合所有标准。现实世界是复杂的，80%或90%的相似度也许已经足够。也就是说，有些鸟类虽然看起来奇奇怪怪，但只要大部分特征吻合，它们仍然被归类为鸟。这才是更灵活、更接近现实的判断方式。程序被设计得足够聪明，它能在收到反馈后，自动微调自己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调整那些判断标准的权重分配。我们越是为它更多不同种类的鸟类图片，它就越能发现规律，理解变异，更新自己内部的判断逻辑。就像人类越见世面越有判断力， AI 也在见多识广中成长。每当它判断错了，我们就像老师一样指出问题，程序则像学生一样认真记下，下次尽量不再犯同样的错。这是他学习的方式。换个技术点的说法就是，他会修改自己的内部参数，这些参数就像他脑子里的衡量尺，一点点校准，让他看待世界越来越精准。最后，经过大量的图像训练和不断纠错，这个程序终于长大成人了。它能识别各种鸟类，无论是麻雀还是鸵鸟，哪怕之前从没见过，哪怕是第一次出现的奇怪鸟种，它也能根据掌握的特征做出相当准确的判断。这才是人工智能真正聪明的地方。而这个从错误中学习，不断调整判断方式的整个过程就叫做训练。当我们说训练一个 AI 模型，指的就是让它通过大量例子来慢慢学会看世界、做决定的过程。说到底，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其实比我们刚才用鸟类识别这个例子讲的要复杂得多，那只是最简化的入门图解。真正的 AI 世界可是有无数层技术细节交织在一起，比想象中还要深。现代 AI 系统可不是一眼看个图那么简单，它背后运作的是成千上万组参数和权重值，这些就像是它的大脑神经，在多个层级中一层一层处理信息，反复计算，最终才决定这是不是一只鸟，或者任何别的问题。不过，我们还是特地用一个简化的不能再简化的例子来说明问题。这不是偷懒，而是为了抓住重点。因为有些核心概念一旦讲复杂了，反而更容易让人糊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帮助您牢牢把握接下来这3个关键点。这些点不仅解释了 AI 是如何学习的，也说明了它有哪些局限性。第一点，我们需要澄清，在刚才那个识鸟的例子里，人工智能并不真的懂鸟是什么，它没有脑子去思考，也不会像人类一样真正理解鸟这类动物的意义和本质。说白了，理解或思想这些词本身在人类世界中就很难精确定义。心理学家、哲学家争论了几百年也没个定论，更别说让程序拥有这种能力了。但就算我们暂时放下哲学讨论不谈，单就鸟这个概念而言，我们人类看到鸟会联想到飞翔、叫声、季节迁徙等自然常识，而 AI 看到的只是像素、特征点，还有一堆数学权重。它的理解方式和我们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在 AI 眼里，一只鸟不过就是一堆特征数据的组合，比如有喙、有羽毛，比例接近某个模型，这些都是它运算出来的数字，没有感情，没有联想，就像看一张表格一样机械，仅此而已。第二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想要训练一个人工智能，我们得喂它海量的数据，不是几张图片、几段文字就够的，而是真正的成千上万甚至上亿条样本。
就拿识别鸟类这么一件看起来简单的事来说， AI 也至少要看上几千上万张不同种类的鸟的照片，它才能慢慢学会把鸟和飞鸟分辨清楚。过程就像一个刚学画画的学生一遍遍临摹。而且 AI 不是学一次就完事了，它还会不断犯错，这时候就得有人类介入，像老师改作业那样指出错误，告诉他哪里弄错了，该怎么调整。没有这个过程， AI 是学不会的。说的直接点， AI 的成长离不开纠错机制，它不像人类能靠直觉摸索，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反馈，它根本无法自我进步。第三个关键点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就算我们投入了大量数据和人力训练， AI 最终学会的通常也只是一件事，比如识别这是不是鸟。它不是通才，它是专才。如果你想让它再往前一步，比如问这是什么品种的鸟，是麻雀还是八哥，不好意思，这就需要完全不同的程序，重新训练一遍，不能用老模型凑合。更进一步，如果你给它一张根本不是鸟的图片，比如一只狗，一只老虎，想让 AI 判断它是不是哺乳动物，那又得是另一个专门训练的模型，和鸟类识别是两码事。总的来说，现阶段的 AI 是专才而非通才，它只能完成它被训练过的任务。它就像一位只会修水管的工人，你让他修电路，他就束手无策了。想让他学新技能，那就得重新开始训练，换数据，换模型，换算法，就像从零培养另一个 AI 学徒一样，不能靠通用智慧去推理跨领域问题。简单来说，一种任务，一种 AI。 想让 AI 识猫，你要训练一个猫识别专家；想让它懂语音识别，那就得培养一位听力好的 AI。 这种定制性是目前 AI 发展的基本现状。所以不要以为人工智能这4个字听起来高大上，它就无所不能。事实上，今天的大多数 AI 只是一块块精细打造的专用工具，而不是你想象中的智慧大脑。正是因为这些技术和结构上的限制，才导致尽管几十年前的科幻片早就描绘了会思考的机器人，会反叛的 AI， 但现实中的人工智能直到最近10年才真正动起来，进入大众生活。那为什么今天的 AI 发展突然提速了？答案主要归结于2个关键原因，一个是技术层面的进步，另一个是社会环境的变化。第一个因素是计算机硬件，也就是电脑的处理能力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过去的电脑性能根本撑不起复杂的 AI 模型。你想想，早在90年代，家里的电脑还在用拨号上网，处理速度慢得像蜗牛，更别说支持什么 AI 了。那时候 AI 连起跑线都没踩上，而过去20年里，电脑的处理速度提升了几千倍不止，从 megahertz 级别的处理器发展到今天的 GPU、TPU，AI 算法终于有了施展拳脚的舞台。这一惊人的技术进步让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在家用电脑甚至手机上运行某些 AI 程序，而不是非得依赖超级计算机。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第二个关键因素是社交媒体的爆发式增长，这直接带来了 AI 最宝贵的燃料——数据，还是源源不断的那种。我们来举个具体的例子，让你感受一下数据是怎么喂养 AI 的。比如你把你家那只毛茸茸的小狗照片传到 Facebook， 还在上面标注了我家旺财。这看似随意的一步，其实正在悄悄帮 Facebook 的 AI 学习什么是狗，狗长什么样。每次有用户这样上传并标记， AI 就相当于上了一课，看得越多，
它识别狗的能力就越强，品种越杂，它的判断就越精准。哪怕它之后看到的是一只从未见过的狗种，只要特征相似，它也能快速认出这家伙是条狗。而随着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暴增， AI 迎来了梦寐以求的数据盛宴，每天都有无数张照片、评论、视频被上传，这些都是最真实的训练素材。今天全世界每天有数百万人在社交平台上传照片，分享生活点滴，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正在为 AI 提供源源不断的学习材料。这些照片在你看不到的幕后被收集、分类、标注，然后投入到 AI 的训练系统中，一张张帮助它识别世界的面貌。不仅是图片，你发的每一条公开评论、动态标题、留言内容，也都成了训练语言模型的素材库。这些海量信息帮助 AI 学会理解自然语言，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真实说话的方式，而不是教科书里的标准句式。这点特别关键，因为我们平常说话时夹带口头禅、跳跃性思维，还爱用省略语气词，这和词典里板正的句子完全不一样。我们说话里经常出现各种非正式短语、地方俚语，像甭管了、挺有料、走南闯北之类的，这些可不是标准语，却是真正的活语言。而现在令人惊讶的是， AI 已经能听懂这种街头语言了。你跟他说这事儿靠谱，他能明白你在表示认可，不再一头雾水。这一进步主要归功于 AI 从社交媒体中吸收了大量真实的语言用法，社交平台成了它最好的语言实战课堂。到了这一步，相信你已经对人工智能是怎么学习、怎么被训练出来的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它不是天生就会，而是靠我们人类一张张图片、一条条数据的喂出来的。不过光知道这些还不够，接下来有些背后的潜规则和问题点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怎么使用、怎么信任这些智能系统。比如说，要训练一个 AI 识别猫狗，背后用到的可能是几百万甚至上亿张图像，这个过程不可能靠人工一个个去整理、分析，人根本忙不过来。老实说，让人类来处理这些数据，就像让你每天手动挑豆子挑一辈子，效率太低，几乎是不现实的。所以真正完成训练的是背后那些复杂而强大的软件系统，它们就像自动化老师，会根据设定好的逻辑，把海量数据分类、标注、建模，一步步把 AI 教出来。听起来很高效，对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而且不是小问题，而是个挺严重的系统性隐患。当 AI 训练结束、投入使用以后，就连一开始开发这个系统的工程师，有时候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得出某个判断的。为什么他说这张图是狼？为什么他不推荐这个人面试？他们自己都一头雾水。这是因为在经过成千上万轮训练后， AI 内部的模型结构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参数调整无数次，判断逻辑成了一团迷雾，外面的人很难再清晰地看到他是怎么一步步思考和做出决定的。问题的核心其实就在于这一点，我们用了 AI， 但对他的思路却看不清、搞不懂。一旦这种 AI 出现了判断失误，比如把猫认成了狗，或是做出歧视性的决定，我们却没法准确地找到它出错的环节，甚至连错因都分析不清楚，这才是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这种看不透、问不清的状况，有个专有名词叫黑匣子问题，意思是 AI 就像一个密封的盒子，你看不到的里面是怎么运作的，
只能看到输入和输出。这是现代人工智能领域最受关注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不妨来听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例子，更直观地理解这个黑匣子到底有多让人头疼。某个 AI 系统专门训练来识别图片中的动物，就是你给它一张图，它能告诉你图里是狗、是猫还是别的什么。可问题来了，在测试中它却频频把某些狗的照片当成了狼，而且不止一次，似乎很自信地认错。刚开始连研究团队也摸不着头脑，这狗明明不像狼啊，它哪看出来的？于是研究人员开始深入分析，逐层排查，最后终于发现了隐藏的线索。原来在训练阶段，大多数狼的照片背景都是雪地，白茫茫一片，冷冷的环境。这些细节 AI 统统记下了，所以后来只要它在一张狗的照片里看到雪地背景，就自动联想成哦，这是狼，因为雪等于狼。它根本不是看动物本身，而是看背景。说白了，它关注的重点跑偏了，不是动物的毛发、体型、耳朵，而是照片后面那一地白雪。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已经看不清 AI 的内部决策逻辑了，它到底关注的是动物还是背景，我们无法提前控制或预测。所以一旦 AI 出错，我们就很难快速准确地查出问题根源，修正它也变成一项需要大量分析和试错的复杂工作。为了破解这种看不透的难题，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理念，叫透明人工智能 Transparent AI。 目标就是让 AI 变得像玻璃一样，看得见，讲得清。简单来说，就是希望 AI 不仅能做决定，还要能解释自己的逻辑，让我们知道它是怎么一步步推理、判断得出结论的。不过要实现真正的透明 AI 还任重道远，目前这还是一个理论阶段，距离在现实中大规模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除了透明性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常被忽视的点，必须提醒大家记住，我们喂给 AI 的数据必须尽可能准确、中立，没有偏见。因为 AI 就像一张白纸，我们给它画什么，它就学什么，错的信息会被它照单全收。如果训练数据存在缺陷或偏见，这些问题将直接反映在人工智能的行为中。我们接着来看另一个真实发生的例子，这次不关雪地，也不关动物，而是关于求职招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亲身遇到的场景。有一家公司引入了 AI 系统来帮忙筛选简历，也就是说，成百上千份求职申请不再由人力资源部一份份手动看，而是交给 AI 来选出谁能进面试。结果出来后，大家一看都傻了眼， AI 选出来的几乎清一色是男性候选人，女性几乎一个都没入围，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于是公司内部开始调查，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AI 怎么就歧视女性了？答案其实藏在 AI 吃进去的老饭里，它所使用的训练数据全都是公司过去几年的招聘记录，而这些历史数据本身就有偏差。公司过去招这类岗位时，更倾向于录用男性候选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偏见就这样被 AI 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他不懂什么是性别平等，他只知道根据历史，男的被选中的概率更高，那就照着这个模式选呗。所以 AI 不是歧视女性，而是学到了歧视。他从旧数据中得出一个看似合理，但实际上有问题的判断，男性更合适。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明数据偏见是如何一步步渗透到 AI 的决策中，让它看起来在理性的歧视人。
而且这不只是性别问题，如果训练数据中有人为偏见，比如肤色、宗教、年龄、出身地，甚至某所学校的标签， AI 也会默默吸收这些偏见，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在训练 AI 之前，必须格外小心地筛查数据源。数据不干净， AI 就会带毒。想让 AI 公正，前提就是我们先做到公正，不然的话，我们自己社会中的种种偏见就会被我们亲手植入到 AI 里，换个方式重新返回来伤害我们自己。所以每次我们谈 AI 用 AI 的时候，都必须记得这一点。 AI 不是独立的判断者，它判断的一切其实都源于我们输入的信息，它好坏全看我们喂了它什么。另外 AI 犯了错，它自己是不会知道的，不像人犯错会懊恼或反思， AI 不会，它不会后悔，也不会道歉，因为它没有情绪，更没有后果意识，它只是继续执行你给它的下一条命令。这归根结底是因为 AI 并不真正理解它所做的事情，它没有理解的能力，所有行为只是对数字的回应，对模式的匹配。它没有对错观念，你跟它说这是错的，它也不会产生我下次别再犯的反应，因为它不懂错是什么意思。它唯一知道的就是遵循它被训练出来的模式，遇到 A 就反应 B， 看到 X 就做出 Y， 像流水线一样机械执行。所以说到底，人工智能的行为，我们必须承担起监督责任。它自己不会纠错，也不会改错，真正能看住它的还是我们人类。我们要时刻观察它的行为，发现问题就及时纠正，并且由我们来设定哪些判断是合理的，哪些是绝不能容忍的底线。 AI 没有良知，但我们有。现在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家族谱系。我们会发现 AI 并不是一种单一技术，而是由很多不同类型组成的工具箱，每一类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用途。第一类，也就是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是所谓的自然语言处理，英文缩写 NLP。 别看这个名字有点书面，其实它做的事就是让计算机听懂人话，跟我们说人话。这类 AI 的重点不在翻译字面意思，而在于理解我们用平常语气表达的真实含义。比如你说今儿真闷，它知道你不是指天气的湿度，而是在表达情绪低落，然后做出恰当的回应。我们熟悉的 Alexa、Siri、Google Assistant 都属于这一类，他们会根据你的语音请求给出答案，执行命令，甚至跟你聊天，装得像个贴心助理。不过别以为 NLP 只是拿来做语音助手那么简单，它其实已经渗透到客服、翻译、搜索引擎、法律分析，甚至心理健康评估等多个领域，是 AI 界的沟通大师。接下来是近几年火遍全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听起来像科幻小说里的创造者，实际上它的确能凭空生成从未存在过的内容。它不是在资料库里找东西给你，而是根据所学知识自己创作出全新的文字、图像甚至视频内容，就像一个脑洞大开的内容创作者。想象一下，有一个 AI 读者已经把图书馆里几千本小说都读了一遍，从莎士比亚到金庸，从悬疑到言情，他全都记在脑子里。然后你跟他说，写一部关于退休老兵在未来火星上的侦探小说吧，他就能立刻生成一篇新鲜出炉、头尾连贯的原创故事，完全不是照抄别人的段子。再比如，他看过几百万张人脸照片，老年人、小孩，不同肤色、不同表情，你让他画一张这个世界上从未存在过的人脸，他立刻给你一张看起来真有其人的新脸。
这就是生成式 AI 的本事，不是找资料，不是剪贴，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而且是根据你给的提示量身定制。像你现在看到的 ChatGPT， 还有 Google Gemini， 就是文本类生成式 AI 的代表。他们擅长写作、对话、讲故事、编剧，甚至写代码。更具体地说，他们是一种生成文字的 AI， 他们会根据之前学习过的海量书籍、网页、对话样本等内容来模仿写作风格，组合成从未见过的新句子。类似的还有专门画画的 AI， 它从成千上万张图像里学会了构图、色彩、风格，然后可以根据你的文字提示画出一张完全原创的图片。比如斗艺就是这样一款图像生成 AI， 它的名字向艺术家达利 Salvador Dali 致敬，也暗示了他的创意天赋。你甚至可以考验他的想象力，比如问，如果梵高活在今天，他会怎么画纽约夜景？ AI 就会结合梵高的笔触和现代城市建筑，生成一幅充满幻想感的画面。它会把你的提问当作创作灵感，从头开始画出一张符合风格、构图完整的原创图像，仿佛一位随叫随到的艺术大师。接下来是第三类，叫计算机视觉 AI， 也就是教计算机用眼睛看世界，让它能识别图像，理解视觉场景。这种 AI 能识别物体、人脸、动物、车牌，甚至交通信号灯，是很多安防系统、手机面部解锁、照片归类等功能背后的大脑。比如商场、地铁站的 AI 摄像头，能在茫茫人群中锁定特定人物，识别遗失物品，甚至识别车牌号。这些都靠的是计算机视觉技术。当然，人工智能的种类远不止这几样，现在还有很多专业型选手，每种都在不同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用于机器人的 AI， 负责指引机器人走路不撞墙，让它理解环境，识别障碍物，甚至和人握手、搬东西。这类 AI 让机器人不再是笨拙的铁壳，而是行动灵活的智能劳力。语音识别 AI 则负责把我们说的话转成文字，像微信语音转文字、会议记录、电话客服系统背后几乎都有它的功劳。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Explainable AI 则是为了解决 AI 做决定时看不懂它在想什么的问题，让 AI 的每一步推理都能被人类读懂、解释出来。还有一种 AI 专门用来做时间安排和资源规划，常见于物流、交通调度、项目管理领域，就像一个永远不出错的超级调度员。而在一些高级应用场景中，这些 AI 还可以组合组团上场，比如图像识别加语言生成加语音合成，联手处理更复杂、更精密的任务。你可能在社交媒体上看过那些真假难辨的视频，一个名演员的脸被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笑容、角度、表情都对得严丝合缝，又或者一位政客的嘴里说出从来没说过的话，连语气、语调都几乎一模一样。这些看似魔术般的效果，其实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系统联手合作的成果，就像两个导演分工合作，一个负责换脸，另一个负责找茬。第一个 AI 专门训练做换脸术，他学会了如何把一个人的脸、表情、光影、动态都精准提取出来，再无缝贴到另一个人身上，效果惊人。不过如果你细心观察，有时候还是能发现端倪，比如眼神有点飘，嘴唇动作和声音对不上，或者笑容僵硬。这些微妙的不自然会让你心里冒出个念头，这视频可能是假的。这时候另一个 AI 系统就登场了，它的任务就是纠错，
找出那些人眼可能忽略的瑕疵和漏洞。这个 AI 会像侦探一样一帧帧分析视频，寻找任何可能暴露伪造痕迹的地方，比如光线反射不自然、脸部扭曲、皮肤纹理模糊等等。一旦这个找茬 AI 发现问题，它会反馈给第一个造假 AI， 后者就根据这些意见重新生成一个更精致、更难识别的新版本视频。之后检测 AI 再次检查有没有新的问题，有没有没注意到的细节，就像是两个 AI 在你来我往的玩修图大战。这个过程往往反复进行很多轮，就像两个 AI 在互相较劲，一个不断优化伪装得更像，另一个拼命纠错想揭穿对方。正是在这种对抗中，造假的技术越来越成熟，最后生成的视频往往精致得令人瞠目结舌，连专家都可能被蒙骗，更别说普通观众。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深度伪造 Deepfake， 已经逼近真假难辨的边缘。当然，目前大多数深度伪造视频还不是完全无懈可击，在一些场景、光线、语速变化下，它们还是容易露出马脚。但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新的工具和算法正让这些伪造视频越来越真实，连微笑时脸上的细纹都能模拟出来，令人真假难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技术在突破，人类对真相的判断力却正在被挑战。一旦这些超真实伪造被用于诈骗、政治操纵、假新闻传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比如合成一段假总统演讲，伪造一段明星不当言论，可能立刻引发巨大舆论风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 AI 的分类基本是看它在做什么，是识图，是写文章，是听语音，也就是按功能来分门别类。但除了看 AI 在干嘛，我们还有一种更有深度的分类方式，从它的能力水平来看。也就是说，不是它会什么，而是它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时你会听到一些新术语，比如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级人工智能。它们代表的不是用途，而是智能的深度和广度。换句话说，是聪明到什么地步。而正是在这种能力层级的划分中，我们才会看到那种电影里的情节。人工智能不是听我们指挥，而是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反过来掌控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聊的这些 AI， 无论是写文本的、画图的、识别语音的，都是被专门设计来完成某一类具体任务的。这种类型的 AI， 在专业术语中叫做弱人工智能，也叫窄域人工智能，意思就是它虽然聪明，但只在某一小块领域内精通。目前市面上你能接触到的几乎所有 AI， 无论多厉害，基本都属于这一类。他们专才有余，通才不足，离全能 AI 还远着呢。从另一方面看，人类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就是拥有通用智力。我们不仅能学会一门技能，还能跨领域应对各种全新的挑战。我们可以早上做饭，下午学弹吉他，晚上还看一场纪录片探讨宇宙，第二天就能换个工作重新开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不断学习新知识，适应新环境，处理不同类型的问题，还能根据情境做出合理的选择。如果哪一天计算机系统也像我们人类一样，既能开车，又能写作，还能理解情绪，跨领域思考，我们就称之为通用人工智能，也叫 AGI， 或者干脆叫强人工智能，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机器。但在这里必须划重点，这种通用型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有诞生，它不是实验室里
偷偷运作的秘密项目，而是一种仍停留在理论和愿景阶段的设想。目前的 AGI 更像是一个科学界和科技圈里争论不休的未来目标，是人类想要去的地方，而不是我们已经到达的地方。不少研究团队正在积极尝试构建这种全能性 AI， 但没有人能拍着胸脯说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没人知道这条路究竟还要走多远。一些比较乐观的专家说，照目前的进展，也许再过20年左右，我们就有机会见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人工智能。但也有很多更谨慎的人认为，别急，这种智能水平可能要花上50年，甚至1个世纪都不一定搞得出来。所以回到现实，截至目前， AGI 仍然只是可能会来的未来科技，而不是你今天能在手机 App 里下载使用的东西。但我们再往前一步，还有一种比 AGI 更震撼、更具争议性的存在，它被认为是未来 AI 的最终形态。它有个听起来就很惊人的名字，超级人工智能，简称 ACI（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通俗地说，这种 AI 在每一个方面都比人类更聪明，不仅算得快、记得多，甚至在情感、创意、道德判断，这些我们以为只有人类才擅长的领域，也可能全面超越我们。不过现在，这种超级 AI 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是未来学家和科幻作家设想中的终极智能体。但别误会，还没出现并不等于永远不可能。技术的发展有时候不是慢慢前进，而是一夜之间突飞猛进。有些人预测，在这个世纪结束前，也就是我们中有些人还活着的年代，就可能看到超级人工智能的诞生。但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人能说得准，是50年、100年，还是下周某个天才突然突破关键技术，谁也不知道。但让许多人感到忧虑的不是何时，而是万一真的出现了，会发生什么？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造出了这种超级智能，它就可能具备自主改进自己的能力，自己升级自己。它会像接力赛一样，把进化棒交给下一个更聪明的版本，而那个版本又会再交给更高级的下一代，循环不断。这一来就不是普通的技术发展，而是一连串飞速上升的自我升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快。如果真走到这一步， AI 智能水平可能会像核反应一样呈指数增长，每一轮都比上一轮快10倍、100倍，人类根本跟不上节奏。这种突变式的爆发，科技界称之为技术起点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一个临界点过了之后，世界再也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而在各种科幻电影里，正是这种超级 AI 变成了最终反派，比如《终结者》里的天网，《黑客帝国》里的母体，他们都是意识觉醒后的 AI 开始对人类发起挑战。而且这些不只是编剧的想象，现实中不少科学家和科技领袖也对这种未来表示过担忧。不少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企业家已经公开表示，一旦 AI 发展失控，其风险不亚于核武器甚至全球性瘟疫。像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生前就曾多次警告，认为 AI 可能终结人类。而特斯拉和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也长期以来在公开场合强调，如果 AI 没有被合理监管，它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有不少 AI 研究者表示，目前的担忧或许有些太超前，现实中的 AI 还远没到那个程度。他们的观点很清晰，别把现在的 AI 当成电影里的反派角色，他根本就没有想法这回事。
现阶段的 AI 只是数据处理机器，它没有意识，更谈不上什么我是谁，我想干嘛的自我认知。还记得之前我们讲过的鸟类识别吗？ AI 能判断一张图是不是鸟，但它并不知道鸟会飞会叫，在春天迁徙。它不懂也不关心，它只是根据像素、特征点、图像分布这些数学特征去运算，像一台没有感情的超级计算器。它没有意识，也没有意义感，它不会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这种哲学问题。它只是一台高效的预测机。说实话，哪怕是我们人类自己的意识，到现在为止也还是个谜团。我们每天都在思考、感受、做决定，但谁也说不清意识到底是什么。科学家知道大脑会发电，会处理信息，但我们依然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些电信号会变成思想、记忆和情感。意识是怎么诞生的？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所以说，想要创造出一个真的有意识、懂自己存在意义的 AI， 那可不是明年能搞出来的玩意儿。甚至可以说，它还在我们认知能力之外。如果 AI 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它自然也就不会有。我要统治你们人类，必须消灭这种想法，因为这些思维方式本质上属于人类，而不是算法。说到底，对权力的渴望，支配他人的欲望，这些其实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本能。AI 并不具备这种野心，除非我们教它这样去想。哪怕 AI 有一天变得比我们更聪明、更快、更强，也不代表它一定会伤害我们。聪明不等于邪恶，它能不能伤人，取决于它的动机，而动机不是智力能决定的。所以，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人工智能自己，而是使用人工智能的人，那些别有用心的个人、组织，甚至国家。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是一个超级工具，像是一把未来的瑞士军刀，锋利又多用，但怎么用，完全看在谁手里。就像电能照亮城市，也能电击武器；核能发电，也能制造炸弹。人工智能也是一样，它的善恶不在本身，而在使用者。这才是真正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长期关注的大问题。不是 AI 会背叛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会不会滥用它。事实上，一些风险其实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悄然上演了，只不过我们有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比如，一些 AI 系统可以通过算法推荐，悄悄地影响你看到哪些新闻，读到哪些言论，最终影响你的思想立场和政治观点，而你自己可能毫无察觉。更可怕的是，这种影响并不难实现。我们刷的社交媒体，用的搜索引擎，看的视频推荐，背后都有算法在为我们想看的内容。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另一个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把我们的饭碗抢走？尤其是那些重复性强、流程清晰的工作，看起来确实是 AI 最容易替代的对象。但你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其实早就不是第一次面对技术威胁就业的情况了。从蒸汽机到电力系统，每一次新技术问世，人们一开始都会害怕，这下完了，我们要被机器替代了。后来到了上世纪计算机时代，这种担忧又一次出现。很多人觉得以后程序会干掉文员、会计、秘书等职业，但现实证明，每一次技术浪潮，人类最终都适应了。旧的岗位可能会消失，但新的岗位也随之诞生。我们开始做以前不存在的工作，比如数据分析师、网页设计师、社交媒体运营。这些职位在20年前听都没听说过，
所以很多专家认为，这次面对人工智能，我们也会走上一样的适应之路，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跟上它的步伐。AI 本身不会来敲你办公室的门，把你赶出去，它不会主动抢走工作。但如果有人比你更早、更熟练地用 AI 工作，那你就有可能在同一个岗位上被淘汰。不是 AI 抢了你的位置，是别人家 AI 比你一个人更高效。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意识到的现实。时代已经变了，我们也得随之而变，不能光担心被取代，而是要主动跟上节奏。我们要学的不是如何打败 AI， 而是如何与 AI 协作，做它不会的事，补它的短板，把它当成工具而不是敌人。我真心希望这个视频能帮您更清晰地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它不是神，不是魔，也不是电影里的反派，而是一个有用但需要监管的工具。感谢您的观看和陪伴。如果您觉得这段内容对您有所启发，也欢迎您点个赞或者转发给那些同样对人工智能感到好奇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看懂 AI， 把握未来。